欣姐，我刚到盛庄做实习生的时候，是你带的我。嗯，你是我带的第4个实习生啊。带的感觉怎么样？手感还不错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我师傅。我从来没有开口说过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尴尬，还有点土。理解。我看这年头，我也不太好意思叫他师傅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走？欣姐，那个二手时尚人间指南的公众号是你做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公众号抢了鲁帽子50万的广告费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鲁帽子要是知道，杀了我心都有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其实林亚楠很早就关注了那个公众账号，而且是用他小号的名字。他认真的读过里边每一篇文章，然后开始怀疑是你做的。为了验证他的推断，他在我们聊天吃饭的时候，偷偷记下过你的手机密码，然后也偷偷翻开过你的手机，在你的手机里找到了那个公众号的后台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啊，也觉得像在听天书一样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说什么？兴趣。兴趣。他说就是兴趣。他不爱说话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多人的秘密，所以他当然有资格。他自以为的资格，觉得我们都很虚伪。对他而言，每次沉默地看着我们表演姐妹情深，表演在公司里的基本人设，他觉得特别有意思。然后呢？有人跟他八卦过，说我想调职去广告部。肯定是于晶晶说的，我只跟于晶晶提过一次。然后有一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亚楠，那天他看起来特别沮丧，他跟我说他能帮我调职去广告部。啊！只要他跟鲁帽子说那个公众号是我做的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拿了一个视频给我，里边偷偷录了很多于晶晶模仿鲁帽子讲笑话的视频。他跟我说，只要我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同时把这2个事儿给到鲁帽子，我就能调职去广告部，然后取代于晶晶的位置。李亚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他说，在感情上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；在事业上，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野心。我来盛庄2年07个月了，进来的时候是专题编辑，现在也还是专题编辑。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是虚伪，或者说自以为是的优越感。有时候自己想想都觉得荒诞又可笑。我每个月的工资不到1万块，就算加上稿费、抄版费，撑死也就15000、6000。我每天谈论的却是纽约、伦敦、巴黎这些最上等的地方的人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再看我们的选题，红酒、游艇、名表、豪车、5星级酒店、无边的游泳池、私人的俱乐部派对。可是我们都拥有些什么呢？
每天挤1个多小时地铁到公司上班，吃不到40块钱的外卖，住在3、4千块钱的出租房里，每天要去便利店吃关东煮，去商场里面吹冷气。我每个月还要编辑那么多的稿子，假装自己很懂生活和时尚的真谛，还要去教导那些比我们更无知或者更有野心的女人，去告诉她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。生活真的是我们能任意选择的吗？我不想要那些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些。我不想被它格式化，所以我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。很可惜，我还是失败了。爱情太难了，和爱情相比，消费就算有1万个缺点，但它至少忠诚。付出了就会有回报，花了多少钱就能换回多少东西。但是爱情就不一样了。我承认，我在生活和爱情上都是一个失败者，我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但我至少对自己忠诚。我不觉得我教给你的办法是对赵鑫和于晶晶的背叛，你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学会诚实。欣姐，明明在这里待得苦不堪言的，她为什么还要忍呢？于晶晶，她明明那么讨厌鲁胖子，她为什么还要忍呢？还要在他的手下干活谄媚。以前我能理解，因为以前有乔治，有陈开怡还在的时候，盛庄至少拥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光芒。可是现在呢，只有斗争，无休无止的斗争。大家比着看谁更虚伪，更能狠得下心。我太累了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们这些人迟早都要走的，要么自己走，要么被赶走。盛庄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顾欢，如果你想去广告部就去吧，我希望你能快乐，真的。就像我们刚进这本杂志时那么快乐。你知道亚楠家在哪儿吗？我想去见他一面。不知道。他应该跟我们吃个3碗饭再走的。有些事儿没他想的那么偏激，还是有真实的东西存在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总之最后我做了决定，我决定要诚实面对我自己。我是想去广告部，但也没那么想。其实当时更多的是焦虑。我也永远记得，你是带我入行的师傅。我不能卖你。就算你在盛庄忍得再辛苦，那也是你的选择。顾欢，你找了下家怎么样？一个时尚类的 app， 说是拿到天使轮了，正在招兵买马。我过去的话，工资能翻一番呢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考虑什么啊？考虑跟我一起干啊？
我准备全职做公众号，需要一个靠谱一点的搭档。什么待遇？什么待遇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保证，有包同享，有钱同花。成交。我来晚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太冒失了。蔡伟是我的助理，他是因为我受罪的，我不能看着他被欺负的。所以就拿酒瓶子砸别人的头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还可以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这样做的就不能报警，警察不来，你觉得他们会认后面的事吗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吗？他们已经受到法律的惩罚了。我现在说的是，你这一瓶子砸下去，陈开怡翻身了。本来我们布的局已经把他逼到死期了，现在他又逮到一个火眼，整盘棋都不一样了。什么叫整盘棋呀？他本来已经要走了，制造多方争抢的局面只是一个下台阶而已。现在你来这么一出，又显得出他有领导才能，整个局面又悬了。你到底了不了解陈开怡的？他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，你说我了不了解？你们男人呢，得意忘形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样子。你刚刚这个样子，就像那个吴志飞一样。陈开怡是不会离开盛庄的。他当然不会离开了，是你给他的机会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盛庄，他什么无可奉告，什么10几个 offer， 全都是迷魂阵，全都是假的。他这么做根本在掩盖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懂不懂女人？就像谈恋爱一样，一个女人如果哭着闹着要跟你分手，其实她是想你挽留她；如果一个女人下定决心要跟你分开的，她一句话也不会说你。为什么要演一场大戏呢？你的意思是他在演戏？那他演戏给谁看呢？他要对付谁，就演给谁看呢？他为什么要演戏给你看呢？你怎么认为他要对付的人不是你呢？跟他争主编的人是你啊！是谁一直把我推上这主编的位置的？他有什么资格来对付我？他要拿什么来对付我？这也是我想问你的。
别瞧，吃饭要懂得规矩。我这不是激动吗？除了你，也不会有别人带我来家吃烤鸭了，他们都忘了。说的好像你自己不会来似的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忘了。你妈怀你的时候，经常偷着来这儿吃。为啥偷着来吃啊？因为是我请她吃饭呢，改善伙食。那时候你爸刚入行不久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哦，你们那会儿，老头，你跟我爸是大学同学，你这样不仗义啊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什么事情都容易想歪了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发乎情，止于礼，更不懂得光风霁月。谢谢，谢谢。吃吧。哼，好，不聊那些了，咱聊点俗的行不行？好，那你跟我说，为什么要投资盛庄？那是个传统媒体啊，夕阳产业啊。我是听朋友说的，盛庄的前主编前段时间不是跳楼自杀了吗？然后内部就大乱了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我就喜欢凑点热闹。但前段时间，我也去了解了一下法国品牌的股票，一直在跌，但现在稳下来了。但还是在低谷，值得研究一下。你的性格很像你母亲，表面上看起来咋咋呼呼的，心里边可有主意了。你要是想投资，也应该投资一个新媒体呀，而为什么要投资一个传统媒体呢？我想做一个默多克那样子的人啊，拥有一流杂志，玩转时尚名利场，然后我想让谁上封面谁就上封面，身边的好友闺蜜不是名模就是明星，多酷啊！收购产业如果只是为了卖弄虚荣，那不叫投资，那叫玩票。出名要趁早，你不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，做一些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事情，等老了我再做也没那么开心了。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为什么要投资盛庄？老狐狸，不跟我说实话，我就不帮你。看上一个男人。没听清。我看上一个男人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知道，盛庄的那个主编为什么自杀？那个主编自杀不自杀关你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爱的那个男人想当主编？你能别问那么多吗？我以后再告诉你行吗？那这个人我要见一见。凯旋归来，凯旋归来，凯旋归来啊！卢总监，您又开始强行排比了。哈哈，我高兴，我太高兴了，我想不出别的话了，真的。肖主编一战成名，用一个酒瓶子砸掉了别人30亿啊！还有谁？我就问还有谁？虽然肖主编来到内地的江湖还没多久，但是整个江湖都已经充满了您的传说。跟我们说两句，让我们也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天哪！肖主编还在酝酿啊，没关系，给他一点时间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来，快！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不认为是什么胜利或者凯旋，因为在不同的程度上说，这次遭遇都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。这种悲伤
并非单独个体在承担的，而是具有社会性。如果说这个事情中，我是否有所学习和反省，我认为是有的。他在提醒了我，盛装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？他在告诫了我，原来担任盛装的主编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美是什么？时尚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担负怎么样的媒介使命？在商业和内容到底怎么维持他们的关系和比重才是最适合的？这些问题其实非常让我们值得去思考。同时，我要谢谢蔡飞，他在这个事情中受了巨大的伤害，但是他的勇敢和坚韧值得我敬佩。谢谢你娜，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做了最适当的行为，他为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。谢谢他们，他们捍卫了我们盛装所有人的权益。谢谢他们。好了，最后正好大家都在，那我就说一下。根据总部的要求，这段时间盛装一直在做账目查账的工作。具体的查账结果，财务部会在内部的邮上统一发布。但是有几个结果，我先说一下。第一，前主编 George Lam 在账目上并不存在问题，之前关于他的种种传言都属谣言。第二，各个部门都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发票金额对不上的情况，所以要重新清查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账目核实准确，查缺补漏。第三，在对外的一些商业合作上，在价格上有偏差的问题，财务部呢需要大家给一个书面的解释。杜莎，我明白，这周之内我一定上交报告。谢。那大家可以继续工作了。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不要去。是时候去会一会他了。他这回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，不是真的要帮你的。我只看结果，结果是他帮了我，帮了盛装。他就是误打误撞的。哎，行不讲，反正你不要去，我不会让你出去的。为什么？财务不是在查他吗？价格上不是有偏差，往深究里去查，他是有问题的。我知道，会计师跟我说了，有一个叫雷启泰，是雷启泰，说这个雷启泰这几年不管在哪里做广告投放，那家公司都会给盛装投广告。这几年盛装的年会或者是比较大的活动，都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交给一家公关公司做技训和服务，对吗？太对了，而那家公关公司的法人名下还有一家广告公司，雷启泰呢又正好是那家广告公司的隐形股东。查到这些事情，我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啊。就算陈开怡跟那个雷启泰有什么桌面上不光明的交易，我也要去谢谢他这一期做的事。主编，你这个人做人是不是太好了？所有公司人都看着你，你现在拿个巧克力去给他，你是不是太给他面子了？陈开怡要跳槽，这个是业内都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我也跟杜霞说了，如果他不走，我就会抓着雷启泰这件事情，永远不放，必须让他走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就算性侵门这件事情，他沾了你的威风。可是到最后，他还是要走的。好，我完全明白了。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什么？
麻烦倒是不麻烦。我以为是尚廷峰，他是杂志的出版人，又是传统媒体出身的人，他会去官方发声明，牵起舆论战，让吴志飞这些人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。结果他什么都没做。他只是在等我出错，他还是在帮你。男人有时候呢，是搞不清楚重点的。很多时候，男人想要的东西和女人想要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觉得尚廷峰想要什么？他也许只是想要你开心，也许只是想让我走。能不能留在盛庄，不要走？我是认真的。原来你跟 George 怎么分工合作，我们都可以。这一届时尚盛典我也可以还给你。这次去上海，所有大的品牌赞助都谈好了，电视台、网站直播也敲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一个女主人。巧克力很好吃，谢谢。我们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吗？我做主编，你做副主编，可以吗？适当的时候，我会把主编的位置让给你的。那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，不用谁让。陈开怡，你和我应该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，而且这样想的应该不止我们两个人。我相信，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不过，等我离开盛庄以后吧。从我入世以来，你一直隐忍，一直故意退让，不设各种烟雾弹。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做好朋友，至少可以坦荡做对手吧。既然做对手，为什么要坦荡？对手的意义只有一个：赢。看来，你已经有一个一定赢我的把握。没有。那看来，你要赢的人不是我。小时候，我跟我爸爸妈妈去香港的时候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，我不知道怎么交朋友。我妈妈教了我一个办法：去买一盒巧克力回学校，只要跟你吃个巧克力的人，以后都会是你的好朋友。这一次不管谁赢谁输，我希望你可以记住，我们是一起吃个巧克力的人。麻烦大家先放下手上的工作，陈副主编有事情要宣布。也算不上什么事儿，就不统一发内部邮件了。我刚刚得到肖主编的批准，正式开始休年假。我还从来没休过年假，所以所有和工作有关的事情都不用再找我，当然你们也找不到我。我终于可以在你们工作的时候出去玩了。祝大家工作愉快，年假后
再见。还生气呢？你是不是在找这个人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和你姐聊得来呗。刘子琪，我知道你很喜欢开玩笑，但不要拿这个人开玩笑，这个人的玩笑我开不起。顾明山，投资人，高考毕业后的第一代大学生，英语系毕业，后来去美国学金融。90年代初回国后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民营投资公司，后来这家公司成了业内顶级的湖光基金。湖光基金成立那年，他离开了公司，还找公关团队，把有关他在网上的信息全部都清除了，知道在互联网上是个隐形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想要骗你呢，我能编出100个不重样的理由，但今天我不想逗你玩，原因很简单。顾明山，我爸、我妈，他们是同学，一届的。他喜欢我妈，我妈选择了我爸，非常简单的传统三角关系。但后来他终身未娶，以为我妈会弃暗投明，重新选择他。直到后来，我妈病重了，他跟我父亲在病房里陪了我妈3天3夜，看着我妈断气。我妈死后，他觉得万念俱灰，离开了公司，成为了地球的公民，绕着地球走了一圈。没意思。对，没意思。他当时走的时候就这么跟我爸说的，没意思。然后抛掉了在湖光基金的所有股份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这3个字啊？我母亲去世之前跟我说的最后3个字，也是没意思。你为什么要帮我查顾明山？我从你姐那儿知道，乔治的死对你来说是迈不过去的坎。但是我想跟你结婚啊，未来迟早都会照顾你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提前预习一下该如何照顾你。所以你知道乔治是怎么死的？我这句话的重点明明是我想和你结婚啊！你知不知道乔治是怎么死的？知道。顾明山都告诉我。怎么死的？和我结婚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我和你结婚。原来不被人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！田凯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没接。严头不会反对的，他的性格你也知道，从来不勉强任何人。他只是不勉强他看不起的人跟事物，他要在乎的人，他比谁都还倔。这样吧，咱们先走一下流程吧。2个问题。你们俩为什么同时辞职？为什么是现在？我们想去创业，至于时间点，我们早就应该辞职了。之前一直很恐慌和焦虑，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承受和消化这些情绪了。林亚楠已经离职了。如果你们2个再走，
专题组可就没人了。上次专题组全体辞职，小主编不是也批了吗？这次少2个人又算什么呢？还记仇啊？自己辞总比被裁掉要体面。秦总监，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照顾。这次辞职，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请您批准。那个，我跟古欢走了之后啊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给我好好的，不准那个窝里横啊，雪莉。说你呢？不要自己人刺自己人啊！婷婷，人家没事。欣姐，你和古欢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说走就走，比渣男还渣，喝多了你？怎么就比渣男还渣了呀？渣男都没让我这么伤心过，害他娘的伤心了。我明天也不干。你把麦给他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明天也不干了，妈的，这个破公司我也待不下去了。你可就12回了，你哪回干了800次？你倒是真词一个呀！哎，于今天出来了40啊！放屁！干嘛呢？之前秦明姐跟我说，让我学着假装抽烟，这样比较好融入大家。谁？秦明姐。请你呀，老奸巨猾呀！别学这些，没有用。谢谢你啊，姐。谢我什么呀？这3年你是拿优秀稿件奖最多的人，你选的选题，还有你编辑过的稿件，我都有好好学习过。那你还写不好一篇稿子？以后出去别说学我的稿子啊，丢人。下回努力呗。丽娜呀，做个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写好一篇稿子，那是什么？是你要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篇稿子。做对的选题，找对的作者，才是编辑最重要的使命。编辑不能光自己发光，要让文章发光，让作者发光，明白吗？什么是对的选题啊？你要用心去分析、去感受，什么样的文章是读者想看到的，什么样的文章是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。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想说什么，而是读者想看什么。你在了解这些他们最想看的东西基础之上，再加一点点自己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。欣姐，你想对这个世界说什么呀？在现在，我想对世界说的话只有一句：我不甘心。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盛庄，更不甘心我只能离开盛庄。什么啊？萧红雪。等，今天谁要是不站在魔头这儿墙头草去帮萧红雪，绝交！开战！八卦啊！八卦，够不够劲爆？那个人来了。你要说到理想，谁还没点理想？反正我就这么个态度，谁要是逼走岩头，我就算穷死也1秒都不会犹豫跟他一起走。骄傲满满，也曾经沧海，也曾经温暖，一双手点燃，推杯换盏。